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这才是中年微胖女人该有的样子。衣松裤宽，发不烫卷，美得利落从容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到中年，有的人越活得从容好看。明明体重秤上的数字上去了，气质却稳稳在线。其实，女人好不好看，关键不在年龄和体重，而在方法。别和焦虑较劲了，与其盯着变老发福，不如学会穿得聪明，打理得干净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就跟着几个微胖博主实战拆解，学会如何穿出优雅与气场，全是干货，照着做就行。130斤的中年女人穿衣一定要牢记衣松裤宽的原则，看对比才知道紧身衣多可怕。穿紧身衣暴露发福的身材，显油腻。看了这些微胖的女人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衣服的版型不是越紧身越好，特别是上半身发福。有小肚子和拜拜肉的姐妹千万不能碰紧身衣，穿着这样的衣服并不能勾勒出腰线，凸显你的身材曲线，反倒是会放大赘肉，显得身材臃肿还油腻。穿宽松直筒上衣更藏肉。上半身微胖的姐妹们最好选宽松一点的衣服，衣服不要完全贴着我们的身体。比如这种宽松直筒上衣，版型能够很好的包容身材上的不足，腰腹的赘肉以及粗壮的手臂都能被巧妙地隐藏起来，整体的线条流畅，穿起来也显得很简洁。宽松的上衣如何选择？重点是材质要高档，穿出品质。选择宽松上衣时还得关注剪裁。有品位的姐妹穿的衣服都是高档的天然材质，真丝、缎面、雪纺都有很不错的垂感以及足够的挺阔度，穿着舒服也不容易变形，更耐造。要是衣服的材质过于廉价，就像粗糙的化纤面料这些，我们穿着不舒适不说，还会显得整个人没有质感，穿几次就皱巴巴的，也会影响搭配的效果。为什么建议中年女人穿宽松裤？中年女性的腿部线条其实都有一些小小的变化，肌肉松弛，腿型变弯曲，穿裤子得注意对腿型的修饰效果以及穿在身上的舒适度。而紧身裤会紧紧包裹住腿部，将这些问题暴露无遗。缺点更明显了，紧绷的裤型勒住双腿，也会感到十分的束缚，一点都不好穿。如何选到合适的宽松长裤，遮肉还显瘦？裤腿长度不能太短，5分长度要避开。选宽松的长裤，对腿型的修饰效果好，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穿搭体验。不过夏季穿宽松的裤子还得避开5分的长度，这个长度超级尴尬，会将腿部的最粗部位暴露出来，看着不得体也不显瘦，甚至会分割腿部线条，显得腿很短。适合中年女人的裤长应该是9分长度，或者刚好覆盖鞋面的长裤。这样的裤子可以有效地拉长比例，显腿长，也比穿短裤看起来更得体大方。随便搭配一双平底鞋出门，都能让你的优雅感拉满。裤子垂感要强，不穿皱巴巴、轻飘飘的料子。还有，中年女人在选长裤的时候，也要避开轻飘飘的皱巴巴的料子，穿起来没有版型，容易显得廉价，对腿型的修饰效果不是很好。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你们选择有硬度和垂感强的裤子，能够顺着腿部线条自然下垂。比如夏天，我们可以选透气性和垂感都不错的西装料、醋酸面料。衣松裤宽的正确打开方式，重点是腰线一定要勾勒出来。很多人认为穿宽松的衣服就可以忽略腰线，其实不然。如果只是一味的穿宽松的上衣和裤子，而不勾勒出腰线，身材很容易被横向拉宽，显得身材臃肿，气质也变得邋遢。尤其是下面这种偏长的衣服，搭配阔腿长裤，重心下移了，
比例变得特别差。上衣要是偏长一点，我们也可以试着塞衣角。腰粗的姐妹可以试着只塞前面的衣摆，或者结合侧面的开叉衣摆设计勾勒出高腰线。这时候下半身还可以搭配一条高腰的长裤，借助高腰的设计拉高腰身，显得腿长腰细，身材瞬间得到优化。130斤也能穿出90斤的效果。2. 130斤的姐妹选发型，建议不要烫卷。重点1，发型要有利落感，盘发碾压小卷发。130斤的姐妹一般脸型会相对圆润一些，所以这时候选发型就得注意对脸型的修饰效果。别觉得用头发挡住脸就能显脸小，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直接把头发披着，还只烫了发梢，卷发的蓬松感会横向拉宽脸部线条，让脸大一圈。其实圆脸的姐妹更适合盘发，把重心上移之后，能凸显出脸部的轮廓，让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。露出脖子之后，还可以拉长脖梗，减轻上半身的厚重感。其次是小卷。小卷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发量，但缺点也很多。比如这种蓬松杂乱的大妈卷发就显得头围特别大，而且头发卷度太密集，反而会给人一种沧桑感，打理起来也很复杂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显得毛躁干枯。重点1，发型要有层次感，层次短发、吊打、短卷发。要是你的五官立体度不够，又不想费尽心思盘头发，还可以试着剪一个层次短发，长度在耳朵附近，结合3/7分的层次刘海，颅顶蓬松，后脑勺饱满，超适合夏天。剪这种短发，记得把脸部两侧的头发打薄，会藏住突出的颧骨以及发腮的脸颊，显得脸型很流畅。再看左边这种普通的卷发，毫无层次感，甚至横向拉宽了脸的宽度，一点都不显脸小。130斤的姐妹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哦。说到这里，你也许会问，现实里真的有人把这些原则穿出光彩吗？有，我最近被一位60飞奶奶狠狠惊艳，身高158，微胖，银发。本以为是最难搭的组合，她却只靠3件事就赢了：合身而不紧的版型，干净有呼吸感的配色，分寸感恰好的配饰。1. 年龄越大，越是要避免用力过猛。50+、60+常见的3种用力过猛搭配。1. 全身花里胡哨，什么颜色减龄便穿什么。很多女人50+、60+就开始有了年龄焦虑，总想着借助穿搭来减龄，于是一股脑地将所有能让人看起来显年轻的单品，像是大杂烩一样穿在身上，将年龄当成一个数字。不要太在乎年龄给我们带来的身体和容貌困扰，你可以接纳它，如果实在接纳不了，那便战胜它。穿搭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和协调法则。从博主的这些穿搭展示中，我们就发现了他将每一套的平衡法则都展现得恰到好处。2. 追求品牌效应，大牌堆砌加持。所谓用力过猛的另一种搭配行为，就是全身都穿着名牌服饰，大到服装搭配，小到包包和丝巾类的配饰点缀，全身上下都是价格不菲的品牌单品，给人一看就财力雄厚不差钱的样子。但其实这种搭配反而与普通女性而言，容易穿成暴发户，因为人靠衣装，衣服再贵气质撑不起来，照样显得格格不入。与其一味花心思去买大牌，不如选择提升衣服的质感，从视觉上扬长避短，反而会收获不一样的穿搭惊喜。3. 衣服越紧越显瘦，衣服越松越遮肉。伴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身材发福，总想显瘦有气质一些，会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何显瘦，便会有了将衣服穿小码或衣服越穿越宽松达到显瘦的目的。
但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。真正的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穿搭，而是讲究松弛有度，也就是松紧结合。你看博主将松紧结合的穿搭思路用到极致，微胖身材也能显瘦不少，这才让人眼前一亮。2. 博主的减龄穿搭都有哪些思路可学，能将年龄置之度外，只专注研究自我的穿搭，于中年女性而言着实难能可贵。那么从博主的穿搭思路中，我们也总结了咱普通人也可以复刻的套路。选款篇。思路1：选款单一，卷不出好身材，又避免陷入容貌和身材焦虑，那唯有靠穿搭来逆袭。首先便是选择无灵感单品，没有冗余的设计，花里胡哨的流行元素，它们简约但不简单，以舒适、干净、大方的款式为主。比如从博主穿搭中就可以看出，这些款式都是我们日常所见较为经典的 T 恤、衬衫、阔腿裤、半身裙等，找同款很容易，色彩也是经典大方，却可以展现出品味感。当然，也并不是说款式单一就只能选择纯色系，单品中融入一些经典的流行元素，以小面积的形式展现，这种款式也是恰到好处的。比如衣服自带收腰效果、条纹、格纹、小面积的印花、刺绣等。思路2：注重质感，款式简约不等于质感好。要想显得优雅和气质的另一个选款重点，不要因为面料材质不合格而陷入廉价穿搭，那么就要注重衣服的质感，起球、褪色、泛白的款式自然是要避开。比如可以参考博主在质感方面的研究，主打一个轻盈舒适为主，面料多以棉、莱赛尔、氨纶、聚酯纤维类为主，在保证单品有一定质感时，不会因为材质过于软塌而显得不合时宜。比如丹宁牛仔，版型挺阔，质感满分，选择阔腿裤，面料垂顺丝滑，舒适自然的修饰腿型，细节给力，气场自然不输。搭配篇。思路3：明暗对比色穿搭。款式很基础，但并不能说明穿搭就可以随意起来，相反更应该重视穿搭的细节，才能推翻千篇一律的寡淡穿搭。且从博主的穿搭思路中，我发现他对色彩搭配的和谐给出了完美的解释。临近色穿搭是两种色彩比较接近，对整体搭配不容易出错的总结。浅蓝色加深蓝色，色彩的饱和度高低不同，在搭配上既不夸张，又显得穿搭很有记忆点，配色恰到好处。而撞色系穿搭则采用了深浅不一的颜色，但整体搭配中又呼应有协调感，色彩明艳相当，配色主次分明，彰显层次感。总结起来，其实就是在控制整体穿搭数量的基础上，让整体搭配有呼应、有点缀、有层次感，便可以显得搭配简约干练，更有利于成熟的大龄女性展现优雅的气质。思路4：搭配简约干练。在整体搭配中，博主的穿搭总给人很干净、舒适、大方的感觉，其实就是保持了穿搭的简约和干练。那么对于普通人抄作业可以用到的细节，巧妙露肤、合适且合身的单品，恰到好处的身材比例延伸。比如在夏装的穿搭中，不管是裙装还是裤装，永远保持清爽干练，永远没错。裙装永远可以巧妙露肤，只露出纤细的脚踝。裤装也是如此，选择9分，常露出脚踝，穿搭从不拖泥带水。纵向比例展现简约利落的穿搭，便是刻意打造3-7分比例穿搭的效果，巧妙展现腰线，就算有肚腩也被隐藏。如这2套穿搭，选短款上衣或塞衣角，视觉上显得上半身很短，则间接拉伸了腿长比例，就算身材微胖，
个子矮小的中年女性，也会因此提升穿搭的气质。思路5，要么叠穿层次感，要么配饰吸睛点缀。简洁的穿搭中，叠穿可以助你打破无趣感，尤其是在秋冬季节，叠穿可以让基础款变得与众不同，是打造穿搭亮点的不二选择。另外，如果叠穿显臃肿，或者觉得叠穿太累赘，那么利用配饰去点缀也是破局方法。3，早秋的极简穿搭，参考博主的搭配。第一套，卫衣加直筒裤加老爹鞋加丝巾。上了年纪之后，要让穿搭减龄，并不是说一味排斥某一种单品，譬如卫衣，很多人将其视为装嫩单品之一，但其实只是因为你在选款时给它做减法，也经典不容易出错。这一套纯色卫衣搭配卡其色直筒裤，简直是优雅气质的佼佼者。遵循张弛有度的慵懒效果，为了避免穿搭过于基础显得寡淡，还配上丝巾点缀，搭配老爹鞋的慵懒和随意感，特别减龄洋气。第二套，针织开衫加高领毛衣加阔腿裤或半身裙。早秋的外套穿搭怎么能少了针织开衫呢？这款针织开衫穿搭，博主为我们提供了一衣多穿的优雅思路，配上阔腿裤或者是半身裙，都美得毫无违和感，是大龄女性通勤首选，或者是休闲场合日常必备的经典款式。裙装带着一点通勤的韵味，阔腿裤配帆布鞋则休闲大方，给整体穿搭增加了穿搭的层次感，特别适合大龄女性借鉴。第三套，风衣加白裤子加丝巾。中长款的直筒版型风衣完全是中年女性藏肉和显瘦的神器，特别喜欢博主的这两款风衣搭配上经典的小白裤，简约之余凸显利落大方，配上丝巾给穿搭造型显得优雅洋气。就算是有一些小肚腩，身材有一些发福，身高不够高，因为款型足以弥补了这些视觉短板，给比例纵向延伸，显瘦显气质不少呢。道理谁都会说，难的是把它穿在身上。很多人以为好看要靠颜值和身材，其实不然。我最近关注的一位博主，他是日本中年时尚博主金子墩子，62岁，长相一般，体重130，身高162，身高和身材都太普通了，但他却能美得让人艳羡。他将内耗化为前进的动力，他的搭配实穿、耐看、可复制。接下来就看看这位博主如何把微胖穿成洋气与气质。1，看130斤阿姨如何反内耗，她都做了些什么。1，创个人博客，10年坚持训练穿搭审美。50岁以前，她是全职家庭主妇，穿搭总是土里土气，甚至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。也正是这些对自我的清晰认知，让她有了深刻的反思，于是向内求，向外绽放改变。她开始研究穿搭，每日对镜自拍成了她每日日常，记录自己的穿搭，并且创立个人博客，将穿搭发布在网上。这是她做出改变，慢慢变时髦的关键。其中也受到过不少质疑谩骂，但她不在乎，因为向外展示自己的同时，她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。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坚持，让她坚持了10年。她也一直在思考，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好衣服呢？要想穿出能让内心愉悦的时髦感，该穿些什么呢？因此，她用10年经验编撰成一本时尚心得，还写了一本新熟女日常穿搭非春夏篇，非金子墩子钟爱的日本好物。2，打破世俗定义，胖也是另一种美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材不如年轻时纤细，会面临身材发福、长胖的问题。一胖毁所有，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被具象化。
但这些只是视觉上的误导，其实只要会穿搭，也可以实现另一种独特之美。而博主便是理解了这独特美的获取方式。130的体重和162的身高比较起来，确实算是微胖无疑了，但却通过穿衣解决了这一难题。他用行动诠释了胖怎么了，只要会穿搭，接纳自己的短板，掌握好穿搭技巧，看起来也会很显瘦。2. 微胖中年女性，掌握显瘦穿搭心得，记住这些就够了。衣服挑选细节： 1. 看衣服的设计感，少图案，材质高级有质感。在选择款式衣服时，要综合考虑到我们身材并不纤细，在材质和设计感上就要十分重要。很多上了年纪总给人大妈既视感，很大一部分是源自喜欢极端化穿衣，要么扮嫩而不自知，要么则土气显得老态十足。其实在选择时，我们只需要选择少印花图案类的款式，同时注重天然面料的选择，如真丝、绸缎、莱赛尔类、棉质上衣。要避免陷入廉价感的化纤面料，穿起来没有舒适度，看起来也缺乏质感。博主对自我穿搭的研究，他一向以棉麻、棉类、莱赛尔、针织材质等为选款重点。其衣服本身既不老态，也不会陷入幼稚的穿衣陷阱，主打一个协调和自然感，符合要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搭配细节。2. 宽松衣服忌拖沓，长度适中才是硬道理。无论是上衣还是裙装、裤装的选择，微胖身材都要避免穿起来拖沓，而合适的长度才是穿搭显瘦气质的最好证明。如果是上衣的选择，避开中长款款式，因为容易五五分，所以你看起来可能会又矮又壮。选择到胯骨左右的位置，可以极好的分割腰线比例，更显瘦和显高不少。如果是裙子和裤子的选择，则重点放在是否拖沓显廉价上面。如果是裤长，选择鞋面盖住1/3的宽松长度，或者是8分非9分内露脚踝，将显得整体穿搭轻盈简约，也会更有利于显瘦的穿搭。2. 配色协调且互补，配色是搭配的灵魂所在，要如何让中年姐妹的穿搭看起来不老气，也不陷入扮嫩的陷阱里面。其实最重点就是让整体的配色协调，或者说整体的穿搭色彩能够互补，看起来不会杂乱，也不会太招摇。首先便是控制整体穿搭的颜色数量，色不超3永远是中年女性显气质的配色关键。那么在搭配时，可以有效进行深浅结合的对比穿搭，全身仅选择一种鲜艳的颜色，如果是撞色，则用基础色来进行平衡。同色系的优势在于经典不容易出错，不需要费力思考平衡穿搭如何搭配才不显突兀。同色系还有显瘦和显高的效果，特别是像这类带着高腰的设计，更是可纵向延伸，显得穿搭比例很出众。但同色系也容易给人视觉疲劳和没有穿搭亮点，因此你可以像博主这样选择少而精的撞色设计，看起来会更大方和精致。真正的体面从来不靠尺码和年龄背书，而是靠选择、分寸与持续行动。我们说了衣松裤宽发不烫卷，说的是松弛，不是松垮；说少图案，重质感，要的是精简，不是寡淡。版型质地比例3件事到位，任何身材都有被温柔对待的可能。与其在镜前内耗，不如把衣橱练成内在秩序。颜色不贪多，但要准，腰线要轻，线条要利落，配饰只点一处光。今晚给自己10分钟做个小体检，剔掉1件显土的单品，确定2种主色，留下3件万能基础。明天按3不超出门，颜色不超3种，叠穿不超2层，亮点不超1处。
你会发现焦虑会在行动中退场，力量会在静中长出来。愿我们把衣服穿成态度，把岁月穿成风景，不被年龄定义，也不向体重妥协，把从容与优雅穿在身上，更长在骨子里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